关注大度，也白富。What's up 啊，我是大度。这台拯救者的 Y9000P 2023，其实我已经用了接近半年的时间了。为什么一直没做视频呢？也不是说我想割啊，而是用它的这段时间里面有太多歌剧特色的机器上市了，所以呢，这台拯救者的 Y9000P 它就默默的成为了我和婷姐剪辑视频用的主力电脑。然后为啥现在才想起来拍这个视频呢？其实也不是什么，就总结来说一句话，就是拯救者的这个机器啊，给人的感觉是太稳、太中庸了。甚至整个联想阵营的机器都是这样子的，就连我手里的这台小新 Pro 14啊，到我手上用了1个月，然后后面有太多其他的电脑可以用嘛，就忘了。然后我前几天才把它翻出来，我就开始想，我居然还有这台机器啊，然后我就果断的把它挂到了海鲜市上。不是说 Y9000P 这台机器不够好，而是它真的就是太适合当一台工作用机了。懂吗？它并不是一台适合那种展现个性啊，或者是外观很骚气，或者是性价比极高的那种，做起来就很有话题度、很有流量的机器。But 如果是冰破白，那就当我没说。话虽如此啊，我还是想和大家拍一期很长的视频啊，你看进度条就知道，和你们分享一下我用这台机器的一些心得体会，希望对正在纠结这台机器的一些同学呢有帮助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请不要吝啬你们的点赞和3连。第一，外观屏幕外设接口重量，外观部分除了这个争议十足的背带裤 logo， 整台机器给人就是一股子钢铁味儿，四处都是金属的材质，摸起来手感非常好，只是用久了会粘指纹，还是得经常擦。拯救者的外观永远都是游戏本里面最百搭的那一个 ，logo 不亮的情况下，拿到任何场合都可以 hold 住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影视飓风前阵子调研大家使用的电脑时 ，Windows 电脑的阵营占比最高的就是拯救者的原因吧。不犯错就是正确的，拯救者真的很懂，并且除了全金属的机身外，机器的各种边缘、倒角、棱线的过渡都是很细腻且果断的，在做工和质感上我是挑不出什么大的毛病。如果非要在外观上面挑个毛病，那就是这个上刘海了吧。我今年已经吐槽了不下10台这种有上刘海的机器了吧，真的很难说。我宁愿上把部分就是再宽一点都可以。所以呢，我有个拙见，干脆把这个上把直接加宽做平，这样上盖还可以和键盘面完全齐平，就类似我的绝影14的这种。这样的话，机器的俯视图看起来会非常的板正有质感。屏幕部分我把参数打在旁边了，这个素质我今年很早就说过，除了 P3 色域会少一点，我觉得基本就是版本答案了。16:10的屏幕就按这个做就可以，我觉得除非是真的很专业的调色工作，这个屏幕适合99%以上的人没有问题。唯一的小 bug 就是它这个粗看可以180度翻折的屏幕，但是它并不是180度，极限状态比完全放平180度还是少了一点点，但就是这一点小角度就让这台机器没有办法塞到我这台 ROG 的 PG42UQ 的顶级显示器的下方了。Yes， 顶级显示器。外设部分先说键盘，拯救者的这块键盘的布局我一直都是很喜欢的，适应了以后打字的效率是很高的，声音键程都不错，唯一就是回弹偏弱了一点。触摸板的颜色和掌托保持一致，缝隙做得很小，而且四边几乎是等宽的，一体性和质感都很突出。不过滑动的时候，如果你和我一样手汗比较多，那可能就会有粘质感。全局的按压也支持，按压的声音也很轻微。总的来说是一块称职的触摸板。接口部分还是拯救者的缪杀局啊 ！A2C 的数量我今年暂时还没有找到第二台能够比它更多的。当然 C 口只是实际的速率，不支持雷电也是一个遗憾啊。这个看个人吧，我平时是不外接什么显卡坞这类设备的，我自己的移动硬盘也是实际速率的，所以说对我来说影响不大。实在是要挑毛病的话，那就是拯救者，我求求你把其中一个 C 口换成 SD 卡槽吧，影视农民工真的很需要这个。机器的裸机重2.55千克，适配器1.15千克，旅行重量达到了7斤半，是我今年用过同配置机器里面最重的一台，柔弱的女生背起来可能会比较费劲，但我不是。好在这个拯救者的 C140 充电头可以完美的救一手，旅行重量可以控在5斤出头啊，一下子就轻了2斤。至于这个适配器后面能做啥，我留到性能部分再说。第二，性能，打开狂暴模式，先来个最专业的 Master 2，总分能够跑到202万分 ，CPU 103万分，显卡41万分，内存30万分，硬盘27万分。本来是我用过的同配置机器里面最高的，结果前几天被神州的 T8给超了。223测试 CPU 性能，单核跑到1940
3,248分，多核30,259分，是我目前用过的同配置里面最高的一台，真就是还是猛啊 ！Time Spy 测试里面显卡的分数是10,705分，也是同配置机器里面比较高的一台。体现到游戏上，赛博朋克2077全高特效，光追次高 ，DLSS 次高，2K 画质可以跑到51帧，用这个 CL40适配器可以跑到39帧，1080p 可以跑到76帧，用 CL40充电器可以跑到60帧，用原装充电器的情况下和其他的机器都差不多。DP775全高特效，高光追，2K 画质可以跑到74帧，1080p 是91帧。如果用 CL40充电器，2K 可以跑到67帧，然后1080p 可以跑到83帧。对比其他的机器是这样子的 ：CS:GO 全高画质，2K 分辨率，311帧，1080p 461帧。英雄联盟全高大致花蓝豆，2K 跑到了257帧，1080p 是261帧。这几个我常玩的游戏和其他的机器几乎是差不多的，毕竟大家都是买功耗的4060嘛，上限也很明确，想突破限制不可能的。生产力部分呢，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，我就是一个影像工作者，所以说平时的工作就是 PR 剪辑视频以及 Lightroom 来修图。这台机器服役的半年时间里面，我用它剪了可能不下30个视频了，而我拍摄的视频就是现在你们看的这种10比特422 4K 60帧200兆码流的一个规格，所以还是比较挑电脑性能的啊。但是我这台 Y900P 搭配的13代的13900HX 的 CPU， 在性能上可以持平台式机的 i7， 并且核显的编解码加速也是堪称变态啊！就我刚才讲的那些视频规格，在预览一个已经剪辑完的项目，我甚至还可以全分辨率去预览，内存撑得住的前提下，4倍速甚至是8倍速预览都可以。这也是我为啥今年的2台主力机都是英特尔的 CPU， 然后导出一个 4K 30帧40兆码流的视频，也就是现在你们看的这种视频的规格，耗时141秒，同配置里面几乎是最快的哈。修图就更不用说了，丝滑就完事儿了。而且我是加到了32G 内存了，除了有几次需要同时处理700-800张以上的3300万像素 RAW 式的图片时，会因为内存有点小卡，绝大部分时间用着都很舒适。导出104张2400万像素的 JPG 图片，耗时122秒，是我测过了同配置里面最低的啊，真就这 Nobility。第三，散热、扩展和续航。先说散热部分，单烤10分钟 CPU 115瓦 ，GPU 140瓦，10分钟双烤 CPU 75瓦 ，GPU 能跑到93瓦，共计168瓦。我看了一下温度才知道为什么会双烤这么低啊！在双烤的时候 ，CPU 的核心温度达到了90度左右 ，GPU 的温度达到了86.8度左右，基本上就是在温度墙的边缘徘徊，所以一直上不去。唯一的办法就是降温。然后我又用了这个来自绿巨能的压风式散热器，把这台拯救者放在上面，开启最高转速10分钟双烤。这个散热器能直接把 CPU 温度从90度干到74度，下降了16度，并且功耗也从75瓦增加到了104瓦 ，GPU 也从86.8度下降到了74.9度 ，GPU 功耗从93瓦提升到了113.7瓦，总共提升了49瓦，效果堪称恐怖。不过啊，代价就是这难以忍受的61分贝的噪音。我又尝试把转速调到600转，这下噪音来到了49.2分贝，和机器原本的48分贝相差无几。CPU 温度从原来的90度下降到了79度 ，GPU 温度从86.8度下降到了80.1度，双烤功耗196瓦，提升了28瓦。温度显著下降的话，其实对一台机器的寿命是会有一定的提升的。当温度降下来以后，对于像游戏的卡顿、掉帧，或者是像我在导出视频的时候需要高负载渲染10几分钟的情况下，有时候会发生蓝屏，但是温度降下来以后，这种概率会显著的下降很多。各位有闲钱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弄一个这个来自绿巨能的压风式散热器，哈哈。况且它还有 RGB 和3个 USB-A 的拓展接口，平时开个最低转速当个拓展坞也不错。我现在就开了最低转速，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听得出来。最后提醒一下，这个散热器支持的笔记本最小尺寸是15.6寸，再小了就没有密封性了，切记啊。言归正传，扩展性部分呢，因为我是直接买了定制机，出厂就是 32G 加 2TB 的硬盘，所以说呢我就没有拆机了啊。内存是5600兆赫兹的 DDR5， 跑分如图，硬盘是三星的 PM9A1， 跑分如图，就都是这个级别的硬件正常的表现了，不多说了啊。但是我还是多提一嘴，因为我这台机器当时是10999买的定制版 32G 加 2TB， 但是现在其实不怎么值啊。我们算一下，机器是9999，然后一条16G 的内存撑死也就是300块钱，一条1T 的硬盘也是300块钱左右，那1000块钱减600凹还剩400块钱，那可以干啥？都可以买一台这个绿巨能的压风式散热器了。OK， 说一下，
更何况还有很多的第三方渠道，这个 Y9000P 现在价格已经来到了9300多块钱左右，所以你要扩展成和我一样的32G 加2T，其实刚好可以控制在1万块钱以内。续航部分开启了省电模式，然后关闭读写，用它来进行什么码字、听歌、看视频等等的一个轻负载使用。这台拯救者居然是我用过的所有的机器里面续航最长的一台，达到了302分钟啊，并且这个成绩几乎是断层式领先其他的机器，有点牛逼啊 ！H55的处理器的机器能够做到这个续航，我觉得该夸还是得夸一下。第四总结，拯救者 Y9000P 这台机器用了这半年，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你们随便选，反正都卖不过我，知道吧？很狂，但是它就是卖的是最好的一台，好像啊。其实它的性能和散热表现并不能算是那种很突出啊，可以让我用到血的那种。甚至我这半年也有动过心，比如说想去换成什么枪神7，想换成微星的什么 GP68HX 这些机器，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选呢？第一呢，就是我用它的这半年里面几乎是没有遇到过什么蓝屏呀，还有一些难受的 bug 的，这个很重要。然后第二就是它的这个机身的确是非常的百搭，对吧？有质感，这个咱们不得不承认，拯救者在这块做的就是很好啊。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 C1400的适配器真的神了啊！我现在已经有点离不开它了，因为但凡有哪一个厂商能够推出像拯救者 C140这样的适配器，那我真的会考虑啊，把主力机给搬过去，不开玩笑。所以这台 Y9000P 除了它的首发价9999啊，是真的很值得吐槽，而且现在日常价好像是10499还是多少，我忘了。更何况它的 R9000P 兄弟机型才卖8499，所以真的这个价格部分我真的。不过呢，因为我最近换了那台顶级的4K 高刷显示器啊，所以说这台机器的4060的显卡其实已经喂不饱那台机器了，用它想流畅的玩4K 高刷的3A 大作是不可能的。所以现在其实我在物色一些4080级别左右的一个机器了。OK， 哎呀，如果这一期拯救者 Y9000P 的体验对你能够有一丁丁帮助的话，点个赞，3个连，关个注，好吧？OK， 如果你们想看更多好玩、好笑又骚气的科技数码视频，请一定记得要关注大度夜暴富，好吧？ Peace。